成婚当晚，我的夫君就奉命远赴边疆。走时，他捧着我的脸亲了一口，说：“等我回来。”然后就独留我和一个奶娃娃在侯府大眼瞪小眼。可谁知一别2年，季福成凯旋归京时，却带回了一个狐女。好家伙，这不是话本中的标配情节吗？于是我欣然接受，趁他还没回府前就写好和离书，准备一走了之。但奶娃娃却拉着我的衣袖，可怜兮兮地问我：“我可以跟着你吗？反正你也没儿子，多我一个也不多。”结果我刚回我的郡主府，季福成就跑到御前诉苦，说我拐了他的娃，还不要他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的皇帝舅舅为了奖励他的亲亲镇北侯，把我这个如花似玉的外甥女许配给了他。起初我本是不愿意的，因为镇北侯季福成他是个官夫啊，还带了个娃，我这年轻貌美的去给人当后娘，这哪里能行啊？于是我便跑去和皇帝舅舅撒泼打滚，然后舅舅很大方地拿出几张画像让我选。第一个，风流成性的世家纨绔公子哥，府中通房2只手也数不过来。第二个，手拿双刀，头昏还在的威武大将军，就是长得青面獠牙，满脸络腮胡。越往后来看，一个越不如一个，吓得我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抱着太后的腿就是嚎，皇祖母啊，孙儿苦啊！从小就没了娘，没人疼也没人爱。太后点点我的眉心，笑盈盈地拿出一张画像。喏，看看这张怎么样？我盯着画像上的人看了看，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好生俊俏的郎君啊！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。他多高啊？皇帝舅舅瞥了我一眼，语气悠悠，8尺有余。我眼睛亮了亮。有钱吗？养得起我吗？出身簪缨，功勋在身，洁身自好。好好好，非常不错。我看着画像越看越满意，小手一指，那就嫁这个了。舅舅挑挑眉，确定了？不反悔了？我昂昂下巴，坚决不反悔，反悔是小狗。舅舅哦了一声，补充道：“他就是镇北侯季福成。”舅舅，您说心意看起来像小狗吗？我扯出谄媚的笑，指了指自己。舅舅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轻哼了一声：“不像，下月28成婚。”说完便背着手，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。色诱，这纯纯的色诱。我叹了口气，谁让我是个小色胚呢？成婚前，舅舅大手一挥，让工部给我修了个很大很大的郡主府。舅舅说，虽然要嫁人了，也得有个属于自己的家。这话说的让我感动得哇哇哭。当然，肯定不是因为这郡主府太豪华。成婚当日，我是从皇祖母的慈宁宫出嫁，皇后娘娘亲自为我梳发，梳着梳着便哭了起来。皇后和我母亲曾是闺中密友，自我母亲去世以后，她待我就如同亲生的一样。坊间都说这昌宁郡主未比公主，或者说胜于公主，也的确如此。小时候有什么金贵有趣的玩意儿，都是我先挑，我挑剩下的才会被送去各宫的弟弟妹妹。我看着铜镜中泪流满面的皇后，心疼地拍拍她的手背。娘娘心仪出嫁是好事，莫难过了，日后您想我了，记得给心仪递信儿。
心怡也会常回来看您的。他抬手擦擦脸上的泪，哽咽着声音说：哪有难过，娘娘这是高兴，是开心，我们心怡这个小顽皮终于长大了。说着说着，他便垂着眉眼，思念起了我的母亲。若平阳还在，他肯定比娘娘我哭得更厉害呢。心怡要记得，就算你出嫁了，娘娘和陛下永远是你的靠山，也定不会叫他人轻看了我们心怡。我哽咽着，声音重重地点了点头，我的眼眶也不禁变得湿润了。我出嫁时，舅舅特意让禁军护送，一路上大红灯笼开路，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。8台大轿子稳稳当当将我抬到了镇北侯府。下轿子时，我险些被沉重的婚服绊倒，吓得我险些喜帕落地。好在一双大手扶住了我的肩膀，站稳身子以后，面前的人将手伸在了我的面前。在嘈杂中，那道干净稳重的声音给足了我安全感。牵着我就不会摔了。我低头透过喜帕的缝隙，看清了面前的手。虽然不似这经中世家公子那般白净光滑，但带着宝剪的手却修长宽大，很是好看。大手牵小手，他捏了捏我的手，疑惑道：手怎磨这么小？这一句无关痛痒的感慨，却让我红了脸。我不自在地想要将手抽回来，却不想被他牢牢地握在手中。男人的轻笑声在我耳畔响起，牵上了就不会松开。随即便牵着我的手慢慢向前。侯府门口的火盆烧得旺，我有些不敢跨过去。季福成看出了我的窘迫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单手搂住我的腰，一把将我提了过去。我还未来得及惊讶，就被人稳稳放在了地上。走了，夫人。拜完天地，昌宁郡主高心怡变成了镇北后继福成的妻。喜房内，烛火摇拽着。今日3更天便起了。婚房内静悄悄的，让我一连打来好几个哈欠，困得我都睁不开眼睛了。一个点头，头上沉重的凤冠差点把我脖子给折断。这瞌睡打的，差点要我的小命。突然，门被人轻轻地推开了。季福成迈着沉稳的脚步慢慢向我走来，挑开了我的喜帕。我抬眼看去，面前的男人身上穿着和我同款的红色喜袍，英气的眉眼，高挺的鼻梁下，薄唇勾起一丝笑，那模样像极了一个男妖精，看得我都有些呆了。画上看着已经够好看了，但是如今看见真人，我才真而觉得，我舅舅的眼光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莫忽悠我，这的确是个绝色。季福成微微轻身，眼眸直直地看着我的眼。夫人对你的夫君可还满意？我连忙避开他的眼神，红着脸支支吾吾道：还行。季福成轻笑一声：那就好。他看着我头上繁琐的珠钗和发冠，语气温柔：重吗？我点点头，立马抱怨道：可重了。他被我的模样逗笑了，无奈地摇摇头，抬手取下了发冠，又取下了发钗，被盘好的青丝瞬间松散在我的胸前。他放下发冠后，转身走向了桌前，端来了一杯酒递给我。喝锦酒。喝完酒后，我便去了耳室洗漱。忙活了一天，脱下里3层外3层的婚服，我的背心都是湿的。耳室内婢女早就备好了洗澡水，等舒舒服服的泡好，准备穿衣服时，我才想起忘记拿干净的里衣了。但是脏衣服我又穿不下去，索性咬咬牙换了生季福成。侯爷，侯爷。季福成循声走了进来，没有丝毫忌讳地走到我身前，吓得我连忙捂住胸口，将自己埋在水中。你可以帮我拿件干净的里衣吗？他低头看着我一愣，
哑着声音回了声好，可是递来时却没给我拿小衣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：“你忘记拿小衣了。”季福成蹙着眉头不解道：“什么小衣？”“那个肚兜。”他笑了声：“不穿也无妨。”这话一出，我感觉我全身都在冒热气。明白过来他的荤话，我娇嗔地瞪了他一眼。就要穿。他没回话，只是笑着转身，缓步走向我的衣柜，从箱子内翻了出来。想要什么颜色的？我红着脸，羞耻道：“随便。”他给我递来了一件嫩绿的小衣，大手握着嫩色小衣，总有股说不出的别扭。我连忙伸手拿过，他抱着臂直直地看着我，和我大眼瞪小眼：“你快出去。”他转过身，我本以为他要走，结果他自顾自地解开了他的衣服，精壮的腰身一览无余，后背上狰狞的疤痕却惊到了我。待我反应过来，他竟直接跨进了我的浴桶，溢出来的水哗啦哗啦地流淌了出去。他这一举动羞得我面红耳赤，人怎么可以犯规到这个模样？浴桶内我一动也不敢动，不过美男沐浴还是很养眼的。半晌过后，他洗完了，直接站了起来，差点把我吓死，连忙捂住了眼睛。你把衣服穿好呀。他没说话，出了浴桶。一会儿后，我身后响起他的声音：“穿好了。”我这才放下双手。他走到我身前，腰间的绑带系得松松垮垮，大半的胸膛露在空气中。这哪里是穿好了呀，简直不害臊。他手里拿着我的衣服：“夫人还要洗。”我摇摇头：“不洗了，你出去，我穿衣服了。”说着我便伸手想要夺过他手里的衣服，却不想被他单手举高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只见他露出了一丝不怀好意的笑：“夫人今日累了，为夫代劳好了。”穿衣服时他倒是很规矩，大手环住我的腰身，将小衣背后的衣带慢条斯理地系好，又亲手帮我穿上了里衣。如果没有那沉重的呼吸，还有那想要把我吞入腹中的眼神，让我胆战心惊。他服侍的还是不错的。衣服规规矩矩地穿好后，我正要走，却被他拦腰抱了起来，吓得我惊呼一声，连忙抱住他的脖子。他将我抱向了床榻，高大的身躯将我困在身下，猩红的双眼直直地看着我，用沙哑的声音询问着我：“我想亲夫人，可以吗？”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，他就立马俯身堵住了我的唇，那模样像是要把我吃了一样。我被他亲得喘不过气来，双手无力地捶打着他的胸膛，他才不情不愿地松开我。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见他还要继续时，我连忙别过脑袋，推开了他，抱怨道：“你重死了。”他轻笑一声，直接握住我的细腰，一个翻身将我抱到了他的身上。我的屁股下坐着的是他的腰腹，夫人倒是很轻，明明主动的是他，搞得我还不好意思了。该夫人亲我了。他的声音像是有某种魔力一般，勾得我低下了头，有一下没一下地啄着他的唇，火热的目光就这样看着我，也没有丝毫动作，让我都有些不自信了。不是这样亲的吗？他笑了一声，伸手扣住我的后颈。该这样的。他像只狗似的，我的唇都被他啃肿了。身上本来穿好的衣服早已松松垮垮了。我有些埋怨地摸着唇：“你怎么这样呀，都肿了。”他的手自顾自地游走着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，只是慢慢的，身上的衣服被褪的只剩下小衣。待我反应过来，
就连小衣都变得松松垮垮。昏暗的烛光下，滚圆半遮半露。如果光再亮些，肯定能看见我那红得滴血的脸庞。季福成的身子是滚烫的，将我压在身下时，我明显地感受到。回想起尔时的画面，我的身子不禁颤了颤。出宫前，嬷嬷给我看来好多避火图，还贴心地提醒道，侯爷是武将，万不可什么都由着他来，难受了一定要告诉侯爷。我连忙颤着声音提醒道，你轻些，不能乱来。他的声音哑得不像话，应了声好。谁成想千钧一发之际，房门外却传来了一阵焦急的声音，侯爷，北境蛮夷来犯，800里加急，陛下急诏。我不用看都能猜到，他此刻的脸肯定是黑的不能再黑了。我扑哧地笑了一声，他报复似的低头在我肩膀上咬了一口，咬得不算重，但还是有些疼的。外面莫听见回应，便敲起了门。他拽过被子将我盖住，等着。起身3下5除2穿上了衣物，走向门口，打开了房门走了出去。正当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之时，过了许久，他穿着甲胄又回来了，单膝跪在床前，捧着我的脸亲了一口。等我回来，看着他这身装扮，我便知道这是要出征了。要走了吗？他点点头。我有些委屈地撇撇嘴，季福成，我等你凯旋。好。走时还顺手将我那件嫩绿小衣揣进了怀里。我心里暗骂了句登徒子。季福成走后，这偌大的侯府便只剩下2位主人，一是季福成的母亲崔老夫人，二是季福成4、5岁的幼子季之寻。这崔老夫人出身柏林崔氏，嫁给季老侯爷后，一共诞下的3子，个个人中龙凤。那时的季家是这望京城中顶顶好的豪门，只是可惜，在季福成17岁那年，季家满门男丁战死沙场，独留季福成和崔老夫人一人撑起侯府。在此之前，没人能想到，握笔杆子的季家老三有一天会弃笔从戎，拾起父兄的刀枪，撑起这季家的辉煌，成了令蛮夷闻风丧胆的玉面阎罗。其实知道这些的时候，我真的很佩服他。10几岁的年龄，父兄战死，他却没有丝毫畏惧，坚定地选择了他们未走完的路。听府中下人说，崔老夫人是个很好相处的人，小公子也被教养得很急。想来我是不用太担心和他们相处会有烦恼了。但是我还是起了个大早，毕竟好歹是心腹第一天进门。收拾好自己以后，便立马去了老夫人的院里。见到老夫人那一刻，我愣了愣。半百的年岁，她竟然满头华发。她见我进来，连忙笑着招呼我，和府中下人说的一样，没有丝毫架子。敬过茶后，老夫人握着我的手，满脸愧疚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笑着摇摇头，安慰着老夫人，心仪不委屈，侯爷为的是这大燕的黎民百姓，心仪该为此骄傲才是。老夫人满意的笑笑，连忙向小公子招了招手，寻儿，快来，见过你母亲。我这才注意到一直站在一旁没有说话的季之寻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小脸紧绷，大大方方地唤了声母亲。这小家伙长得和季福成有5分像，但是他白白嫩嫩的，看得我真想上手捏一把，好好稀罕稀罕他。而且一看这小家伙就知道，长大后肯定是个很俊俏的小郎君，不知道日后会引得多少小姑娘芳心暗许。我向来喜欢好看的皮囊，见着这小家伙心里美滋滋的，不用受生育之苦，就能有个这么漂亮的儿子，可真不错。
我连忙从婢女手上拿过早就准备好给这小家伙的礼物，一个纯金打造的金锁项圈，戴到了他脖子时，还趁机捏了捏他的脸。喜欢吗？软乎乎的，手感可好了。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点点头，很喜欢，谢谢母亲。老夫人在一旁笑着，我们寻儿日后也是有母亲的孩子了。听到这话，我看向季之寻，只见他正在小心地打量着我，抿了抿唇，从怀里掏出了一枚玉佩递给我。你的礼物。我一怔，连忙伸手接过，仔细地看了看。玉佩泛着油光，想来是他的心爱之物，常常捏在手里把玩。我看着他紧张的模样笑了笑，摸了摸他的头。谢谢寻儿，母亲也很喜欢你的礼物。小家伙的神情微微松缓，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，然后转身规规矩矩地坐在了一旁的板凳上，静静地看着我和他祖母聊天。老夫人将家中管家的钥匙还有季之寻一并交给了我，自己则一个人在佛堂安心礼佛。季之寻这个小家伙规矩听话的，简直不像一个5岁的小孩。嫁进来这1个月，他每日早早的来向我请安，不睡懒觉，吃饭也不挑食，又有礼貌，我都要稀罕死了。这季福成何德何能生出这么个神仙儿子？人人都说后母难当，但我这后母当的可叫那个顺心如意。不过这夏日还好，但随着冬日的到来，每日要我一大早就起来梳妆，可是得要我的命啊！我本就是一个懒散的性子，就连这府中庶务都交给了贴身的婢女嬷嬷打理。但是季之寻吧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要是叫他不来吧，这小家伙没准会觉得我不喜欢他，然后偷偷难过。让他来，我每日又睡不成懒觉，可苦恼死我了。不过后来我发现，原来每日犯困的不只是我。一日，我在书房理着账本，季之寻在一旁写着先生布置的作业。屋内炉火烧得暖洋洋的，我无意间竟然看见这小家伙在打瞌睡，于是走过去捏了捏他的脸，他吓得一激灵，连忙坐地端正，绷着一张小脸继续练着字。我扑哧笑出了声。季之寻小心地瞥了我一眼，不知不觉小脸已经红透了。朝夕相处的这些日子，我算是发现了他还是个极要面子的小朋友。我坐到他身旁，歪着头看着他，故意逗他：寻儿，你既然换了我母亲，就要拿我当母亲对待啊。别人家的小孩子，在你这个年纪，都会和母亲撒娇求抱抱的。可你跟个小大人似的，母亲都好羡慕人家的。他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我又继续道：在母亲这里，困了可以睡觉，累了也可以玩的。他点点头，抿了抿唇，母亲理了1日的账，好困呀，寻儿陪母亲睡午觉，好不好呀？他捏着衣袍，小脸红红的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我笑了笑，将他抱了起来。他的小手连忙抱着我的脖子，寻儿可以自己走的。不要，母亲就想抱着你。说完，我便将他抱回了房间的床榻上，给他掖了掖被子，然后和他躺在了一块儿。不一会儿，怀里便传来均匀的呼吸声。我们就这样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下午。等我醒来时，就见寻儿睁着大眼睛一直看着我，看来是醒来挺久的了，但是一直也没叫醒我，就任由我抱着他呼呼大睡，直到我醒来。我抱着他，猛地亲了一口，寻儿真乖。第二天一早，寻儿又一大早来和我请安。这次我索性将他抱上了床，强迫他和我睡了一个回笼觉。我醒来时，这小家伙悬睡着。果然，这世上
没有人会喜欢在冬天早起。我蹑手蹑脚地起床，等洗漱完，便发现他正坐在床边，自己给自己穿衣服。我连忙上前摸了摸他的头，母亲来给你穿好不好？他摇摇头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那正经的小表情都快把我萌化了。寻儿，日后不用那么早来给母亲请安的，也不能早早就起来读书练字，早上必须等天亮了以后才起床，然后再来寻母亲一起吃早饭，稍后呢就和平常一样跟着夫子学习。你现在这个年纪，要是睡不够觉，以后会长不高的。你想以后长不高吗？他连忙摇摇头，满脸拒绝。犹豫了一会儿，开口道：寻儿知道了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真乖，起来洗漱吧，我们该用早饭了。他连忙拢好衣物，迈着小腿就跟着婢女去耳室洗漱了。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长了，我和寻儿默契的简直不像话。有时候他来寻我，见我还躺在床上，若他无事，我拍拍床榻，他便自觉地上床陪着我睡觉。雨夜电闪雷鸣之时，也会抱着枕头来寻我，告诉我他害怕，也会和我分享喜悦。比如今日在课堂上，夫子夸他了，或是堂测得了上等，这时我总会奖励他一个大大的亲吻，然后毫不吝啬地夸奖他。那时他总会翘着小嘴，一脸得意的又去告诉他祖母。这才是小孩子该有的模样吗？年底时，季福成寄来了一封家书，笔锋刚劲有力。君安，卿勿忧。虽然只有几个字，但我却将那行字看了一下午。随后的日子，每隔1、2月，边塞回来的战马都会递来大大小小的捷报。季福成凯旋那日，是我们大婚后的2年后。望京城内百姓自发的沿街相迎，我拉着寻儿站在城墙上，看着归来的大军。寻儿眼眶红红的，撇着小嘴，2年来的思念都迸发在这一刻了。我知道的，他虽然从来不说，但哪有孩子不想爹爹在身旁呢？我摸摸他的小脸，安慰道：你爹爹打的蛮夷再也不敢进犯，以后他都会在京中陪着我们。他抬起头，满脸惊讶：真的吗？我点点头，当然是真的啦。随着大军进城，我们身后传来热烈的欢呼声。季福成还要进宫接受封赏，想来得晚间才会归家。但当我牵着寻儿归家时，侯府门口却站着一队人马，为首的那个见我回来，连忙上前行礼。属下见过郡主，属下是侯爷的副将。我点了点头，你们是在这儿等侯爷回来吗？副将摇摇头。侯爷吩咐末将阿尔娜姑娘送来侯府。我蹙着眉头，满脸疑惑。只见身后的马车走下一位靓丽的姑娘，看模样应当是边塞的狐女。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着我，你便是季侯爷的夫人，长得可真漂亮。我蹙着眉头莫答他，转头看向副将，什么意思？副将支支吾吾半天，这阿尔娜姑娘是侯爷的好友。对，好友。我看着他这心虚的模样，被气得笑了一声，好友。寻儿见我这模样，连忙拉拉我的衣袖，眼睛水汪汪地看着我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拉着他便进了侯府。身后的一群人面面相觑，拿我当3岁小孩忽悠呢。还好友？谁家好友从边塞千里迢迢跟着回来，还专门派人护送带回家啊？我喝了一口水，冷静了片刻。好家伙，这不是话本里的标配情节吗？凯旋而归的将军从边塞带回来一个真爱，然后对原配妻子虐身又虐心。不是我小气，我这个人向来霸道，
我的就是我的，若不经过我的同意，就让我分享出去，是万万不能的。更不要说是夫君了。我辛辛苦苦在家给他养儿子，转头来还给我弄个女人回来，这搁谁愿意啊？简直气煞我也！我砰的一声放下茶杯，风火火地去书房写了封和离书。不对，是休书。我要休了季福成。写完后，我便连忙回房吩咐人收拾着东西。这时寻儿小心翼翼地凑了过来，拉了拉我的衣袖，母亲是要走吗？我顿时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却不想他又问了一句，我可以跟着你吗？母亲没有亲生孩子，反正多寻儿一个也不多。寻儿很听话的，一定会努力读书，长大后考取功名，给您养老。许是怕我拒绝，又继续补充道，寻儿吃地很少，也不用穿新衣服，还可以替同窗抄书挣钱，养母亲的。我被他逗得一乐，捏了捏他的脸。我帮季福成管了2年的家，拐他一个儿子也不过分。索性大手一挥，带着寻儿一同去了我的郡主府。推开郡主府那一刻，寻儿目瞪口呆。我叉着腰，弯腰看着他，寻儿，母亲可是昌宁郡主，才不会让寻儿没饭吃，没新衣服穿的。他重重的点点头。当夜，郡主府的门被人重重的敲响，府中地管事连忙向我禀报，郡主，侯爷来了。我在软榻上换了个姿势，继续看着画本，懒洋洋地回了句，不见，把门关好。不一会儿，管事又气喘吁吁地来禀报，侯爷他爬墙，把他给我插出去。管事擦擦冷汗，颤颤巍巍出了房门，把门关好，别来烦我了。莫一会儿，我的房门又被人推开了。我烦躁地开口，不是说别来烦我了吗？脚步在逼近，却无人回话。我放下画本，抬眼一看，便看见季福成正站在我身前。我看着轻笑一声，休书莫看见。他点点头，答非所问，为什么要休我？我没好气地轻哼一声，你不该问你自己吗？问我什么？他一步步逼近。我缩了缩脖子，怎么，那狐女还不能满足侯爷？他突然笑出了声，原来夫人是醋了啊！我别过脑袋，不搭理他。他直接掐住我的下巴，强迫着我和他对视。阿尔纳是我的朋友，我和他没有任何私情。我看着他疲惫的双眼，抿了抿唇，继续道，那他现在可住在侯府，我明日便将他安排在另一处。我一把将他推开，你还想悄悄将他养在外面？季福成，当男人得坦荡些。他踉跄了几步，捂住肩膀，皱着眉头嘶了一声，也没有说话。我动容地看了看他，你受伤了？他看着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模样可怜极了，让我到嘴的狠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快回去吧，找个大夫看看吧。他叹了口气，夜深了，我有夜盲症，看不见，大夫也关门歇业了。那你怎么来的？他没说话，只是捂住肩膀痛呼了声，然后抬手给我看手上的血，夫人，伤口裂开了。我蹙着眉头，算了，拉着他，把他推搡到了床榻上，把衣服脱了。他一愣，我回来还未沐浴，等会儿可行？我被气笑了，你想得美，把衣服脱了，我重新给你包扎。他连忙脱下衣物，精壮有力的身躯又增加了几道还带着淡粉色的伤疤，肩膀处包裹的白布透出了大片血色，看得我倒吸一口气。他抬眼看着我，又低着头掩了掩衣物，遮住那些不忍睹伤疤。吓着你了？
我坐到他身前，替他揭开白布，里面的伤虽然结了一层软痂，但许是归经途中一直穿着甲胄，软痂周边都有些灌脓了。我蹙着眉头起身，从耳室端来水，替他擦洗着周边的血渍。少时母亲患病，我曾在太医院拜了老院正位师傅，想着日后可以为母亲根治病痛，所以我还算是半个医者。我从箱子里翻出细刀，浸过酒，将他面上的那层软痂掀开，又用干净的纱布擦去了周围灌脓的血肉，最后给他上了上好的金创药。回来的时候怎么不请太医看看？述职时，陛下高兴，将我留了许久。结束时，天色已暗，便想着快些回来见你。我缠绕纱布的手一愣，是赶回来见那狐女，怕我欺负她吧？他低头轻笑一声，抬手握住我的手。冬日时，我军同蛮夷大战，我重伤昏迷，被将士们藏在自己的尸体下，是他从死人堆里将我刨了出来。我赠他金银感谢他，他都不要。他只是让我回京城时能带他一起。他说他少时有一喜欢的儿郎，那儿郎说他来自望京，所以他邀我能带他来望京。我抿抿唇，莫说话。是我做的不对，没有提前告知你，让你误会了。林副将也是，解释都不会，害我夫人误会我，我回去一定狠狠罚他。我在他腰间掐了一把。有你这么做侯爷的吗？这么小气。他笑笑，我肚量小，夫人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所以能原谅我吗？看你表现喽。哼。他离家2年，就带回一封报平安的家书。谁家做夫君的是这样的呀？为他包扎好，现他坐在我床上一动不动。包扎好了，你还不走？他看着我，我无家可归，母亲说不把你带回去，也不要回家了。我被气笑了，感情在和我耍无赖啊！我懒得搭理他，转身就走，却不想被他拉住了手腕，一下子带到了怀里。你干什么？他没说话，在我的颈窝蹭了蹭。夫人大人有大量，收留为夫一晚吧。我嫌弃地推开了他，你臭死了，别蹭了。他连忙松开了我。我起身吩咐着婢女抬水进来。浴室里季服成疼的连帕子都拿不起来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我。我无奈，只好当个搓背的喽。这家伙也不害臊，搓完背还看着我。我帕子一丢，羞得脸都要红透了，剩下的自己洗。他看着我，抿了抿唇，伤口沾水，会疼。我无奈，红着脸，闭着眼草草地给他擦了擦。擦着擦着，他的胸腔微微震动。我抬头一看，这家伙正憋着笑，感情故意逗我呢。我帕子一下丢在了水里，转身就走。他连忙从浴桶跨出来，穿上衣服追上了我，连衣带都墨迹好，屁颠屁颠地跟在我身后。夫人，我错了。我伸手推开了他，离我远点。他张开双手，洗干净了，不臭了，和你一样香香的，你闻闻。我不闻，推着他就往门口走，去找你儿子睡。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许是怕我再次恼了，他站在门外站了许久，也不说话。最后还是去找了寻儿。我半夜时睡得舒舒服服，却不想一个小身子钻进了我的怀里，不用猜都知道是寻儿。我捏捏他的耳垂，怎么来寻母亲了？他在我怀里蹭了蹭。寻儿不喜欢和爹爹睡，他胳膊放我肚子上，我都快喘不过气了。我笑笑，没有说话，抱着寻儿一夜无梦。等第2日起来时，季福成又一大早便被召去了宫中。舅母也递来信儿，说今日宫宴，庆祝大军凯旋。
晚间，我牵着寻儿的手去参加宫宴时，寻儿满脸好奇地问我，这便是母亲长大的地方吗？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算是吧。母亲小时候住过好多地方呢。我的父亲也曾是边关守将，儿时常常和母亲一同去边关看望父亲还有将士们，所以比起那些闺中女子，我还是去过很多地方的。只是可惜，我8岁那年，父亲战死沙场。自那以后，母亲郁郁寡欢，一病不起。在母亲去世后，我便被舅舅接来宫中，养在皇祖母膝下。再也没有人带着我也同去看大好河山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摸了摸寻儿的脑袋。走吧，你爹爹还有那些将士等着我呢。谈话间，季福成正站在我们前方，大喊了一声：寻儿，爹爹来接你了。张开双臂等着寻儿奔向他。寻儿顿住身子，站在原地，拉了拉我的手，看着我。我笑了笑，无奈地摇摇脑袋。去吧。他连忙露出笑，欢天喜地地跑过去，抱住季福成的脖子。季福成一把将他提了起来，单手抱在怀里。我看他这模样，哪里像是受伤了连澡都洗不好的模样啊？惯会装可怜博同情。我走过去瞪了他一眼，轻哼了一声，莫搭理他，自顾自地向前走着。他也是脸皮厚到了一定程度，见我不搭理他，也不在意，上前一只手搂着我，一只手抱着寻儿，就这么大步大步地走着。宫宴热闹极了，席面上，季福成对着这个大人一杯，对着那一个大人一杯。酒倒是喝高兴，至于这伤吗？看来是不想好了的。众人酒过3巡以后，我看着季福成踉踉跄跄地走向舅舅，也不知道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。我连忙上前，怕他冲撞了舅舅，却不想他竟一屁股坐在舅舅脚边诉苦。陛下，福成出征2年，冷落了郡主，郡主生气了，回家时竟然发现郡主要休了臣，臣心里难受啊。我抽抽嘴角，这泼皮无赖，简直比我更胜一筹啊！舅舅别过脑袋当没听见，摆摆头，你们的家事朕管不了，朕也听不见。我扑哧地笑了一声，舅舅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。我连忙上前拽起丢人现眼的季福成，季福成半个身子都趴在我身上，压得我一踉跄。宫宴散了以后，我本是带着寻儿要回郡主府的，却不想季福成的副将直接把季福成扛上了我的马车。我看着醉酒的人，没好气地踢了一脚。寻儿偷偷地捂嘴笑，我以为他是在笑他父亲丢人，结果后来才发现，是季福成佯装醉酒被这小家伙发现了。但是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因为这厮已经在我床上怎么也赖着不走了。我气急了，指着他就是骂：你堂堂一个侯爷，怎么还骗人啊？亏我还辛辛苦苦的给你准备醒酒汤。他接过汤大口大口的喝，握着我的手，醉酒是假，但这酒是实实在在的喝了的，还是夫人关心我。说着说着便蹭着我，夫人，该换药了。还未等我答应，见他就已经老老实实的把衣服脱了。我无奈只好去拿药。等换好药，他慢悠悠穿衣服时，我竟发现一抹熟悉的绿滑落在床榻。待看清时，我简直是要炸毛的程度。季福成，你混蛋，你登徒子！他不在意地拿起我的小衣，又揣进了怀里。我气得想要上前抢，却不想被他一把抱在怀里。我咬牙切齿，东西还我，脏了，不能穿了。你拿我小衣干了什么？他轻笑一声，
凑到我耳边说了一句。我瞬间面红耳赤，我挣扎着想要起来，却不想被他牢牢地控在怀里。别动了，夫人，我难受。我简直要被这混蛋玩意儿羞得抬不起头了。他趁机一把将我推向床榻，困在身下，拿被子将我盖好，然后自觉地抱着我。好了，睡觉了。我怎么也睁不开。今日跑上跑下，也确实累了，索性窝在他怀里睡了过去。半夜迷迷糊糊之时，腰间的手开始不老实了，酥酥麻麻的触感摸得我痒痒的。刚想扭着腰肢，头顶却传来一道沙哑的声音：夫人，我好想你啊。小衣都被我洗旧了。我又是个禁不住诱惑的，就这么半推半就，这身上衣服都被这家伙退得松松垮垮，边亲我边嘀咕着：我们夫人长大了，知道心疼夫君了。蛊惑地笑一下，这话绝对不是字面意思。我带着气故意咬了他一口：那我可要好好疼疼你啊。他像是不知道疼一样，沙哑着声音笑了笑。脾气也大了。他像是不知道疲惫一样。窗外都在泛白了，他都没有休息的意思。我无力地推了推他：混蛋，我不要了。夫人不是说要好好疼疼为夫的吗？我哼哼唧唧地扭着腰肢，怎么都不让他如意。最后他没办法，抱着我去了耳室，洗了个澡，才放过我。再次醒来时已是傍晚了，身旁的人也不知所踪。我沙哑地唤了一声，季福成身上还挂着水汽从耳室出来，松松垮垮的衣襟下尽是暧昧的痕迹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别过脑袋，他大马金刀地坐在我身边，亲了亲我：都是你干的，怎么还不好意思起来了？我无力地瞪了他一眼，他倒是哈哈大笑了起来。我不回去，大的小的就都跟着我。天天待在郡主府也不是办法，府中还有老夫人呢，总不能一直把他老人家一个人留在侯府吧。在我准备收拾东西准备搬回侯府时，和季福成回来的阿尔娜却来了郡主府。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：抱歉，季夫人，是阿尔娜不对，让你误会了。我刚听林副将说了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和侯爷也不会闹别扭，季后爷是喜欢你的，经常和我提起您。说着反应过来又不对，连忙摆摆手：不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我也没有经常和他聊天，季夫人您信我，草原的儿女从不撒谎。他不好意思地说着。我看着这大大咧咧坦然的模样，也知道这实在是我多想来。我笑了笑，他已经和我解释清楚了，是我误会了你，该我道歉才对。他腼腆地笑了笑，解释清楚了就好，阿尔娜不是坏姑娘，不会破坏别人感情的。我点点头。听季福成说，你来京是寻心上人的，我可以帮帮你。他眼睛亮了亮，连忙从怀里掏出一枚玉佩。我认识他时才7岁，那时我和家人快饿死了，是他让他娘亲救了我们。他说他来自望京，我阿母说了，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只是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。但是我想着这恩是一定要报的，所以才会来寻他。我看着这熟悉的玉佩，你心仪他？阿尔娜羞涩地低下头，他是我恩公，阿尔娜只想报恩。我将玉佩递给了阿尔娜。这个人我认识，只是他现在不在京中，也早已成婚了。阿尔娜亮亮的眼神瞬间落寞了起来。那他幸福吗？我点点头，很幸福，有爱他的妻子，也有可爱的孩子。不过他要是知道他救下大女孩，健健康康的长大了，会很开心。
阿尔娜抿抿唇，对我鞠了一躬，谢谢，季夫人。我看着他，想了想，你要回边境吗？他摇摇头，不回了。阿尔娜的亲人都死在了战火中，中原很美，我想去看看。我点点头，将手中的玉佩还给了他。祝你一路顺风。阿尔娜走后，我感慨万千，佛说因果回圈，看来是真的。小时候无意救下的女孩，后来却救了我夫君一命。季福成靠在柱子旁，勾着一丝笑。这下我洗刷冤屈了吧？我在他腰间掐了一把，没掐动。是，我们季侯爷清清白白。他翘着嘴，平白无故冤枉，我得给我补偿。我嗯了声，想要什么？他笑笑莫说话。当夜，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